根据乌军士兵最新的视频显示呢，被缴获的俄军头盔竟然一拳就被砸烂了。这样的防护水平让大兵很疑惑呀。即便没有办法和美军头盔相比，但也没有必要这么差劲吧？那么这种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为什么俄军装备会出现这种情况。目前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7个月的时间，从中呢也能看出俄军暴露的一系列问题。仅就单兵装备来说，虽然特种部队和空降兵的装备精良，但是俄军普通部队的装备不仅陈旧，而且性能和耐用性都不怎么样。甚至于那些使用更落后装备的顿巴斯民兵，则是连提都不用提了。最新的一段视频显示，乌军士兵在战场上用拳头测试了俄军丢掉的几个头盔。这些头盔看起来是凯夫拉材料制造的，但几拳下去，这些头盔不仅出现巨大变形，更是直接被砸烂了，防护能力还不如老式的钢盔呢。不过，几乎就在这段拳头实测俄军头盔视频爆出的同一时间，为俄军提供单兵装备的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却宣称，他们为俄军提供的战士单兵护具在实战中很好地保护了俄军士兵，尤其是 6B47 头盔，其保护效果要比北约头盔高30%到40%，并且表示这款头盔呢，不仅能够阻挡直径25到30毫米的大型弹片，还能有效抵挡子弹直接命中，以及防止打击和外伤。这款头盔是目前俄军最新一代的配发头盔，采用了方轮材质。作为一款全盔，它全重仅有 1.25 公斤，因此呢，也是现五常军队中最轻的一款防护产品了。整套 6B47 包含一个头盔包、一个头盔、一个 EMR 迷彩盔罩和一个雪地用白盔罩，以及一套备用悬挂。单看这个悬挂呀，实在是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往高逼格走。什么钢丝调节4点悬挂，那都是基础标配。而到俄军呢，到了今天的 6B47 还在用3点悬挂和6点焊圈，这个祖传悬挂真是万世一系啊！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什么是头盔悬挂，这坨东西就是，其中白色皮料是用来避免固定扣硌肉的，而头盔内部的编号也继承了俄军的传统。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居然还在使用油印加手写编号。接着来看裸盔，这个盔的主要特点呢，就是正面配有叶式仪底座，右侧有个导轨段，至于其他没了。其中正面叶式仪底座可以接 EPN138 叶式仪，是的，这个支架可以直接上维尔考克斯快拆底座，但是反过来就不兼容了。同时也并没有使用焊圈的孔来固定，而是另外打了3个小螺丝。从侧面看，护耳也比较突出。底缘呢也没有那么平整，只有右侧配有导轨段，但是同样是小螺丝钉拧上去的。然后又因为螺丝打穿了盔体，所以为了避免螺丝间接触士兵的头部，厂家又在内侧打穿的位置贴了一层很厚的胶布。叶式仪底座内侧也一样。整个盔型与其他主流盔型呢差异不大，只是两侧打开角度更大。盔罩两侧的耳朵是伞兵空降时用的护耳，平常呢可以收起来藏在夹层里，用单独的魔术贴下颚带固定。头盔的后部是封进扣和一排织带，底部有一个魔术贴包起来的通道，不确定是不是走线用的。整体来说呢，俄军的 6B47 看起来还算可以。至于他们宣传的防护性能，大兵暂且不谈，即便是 6B47 防护性能优秀，实际上呢也没有全面配发给俄军士兵。因为在俄乌战争中，不少俄军士兵公开表示，他们戴的头盔是自己买的商业产品，虽然价格昂贵，但至少用着放心。此后也有图片和视频显示，个别幸运儿的确是靠这些自己买的商业头盔保住了命。如果当时他们佩戴的是标准公发头盔，那这些幸运儿或许真的就变成倒霉蛋了。不过呢，包括头盔和防弹衣在内的俄军单兵防护装备是劣质产品，其实俄乌战争开始时候呢就已经发现了。例如大量的俄军头盔和防弹衣被主动遗弃，如果俄军士兵有条件的话，都会尽可能使用乌军头盔和防弹衣。当然，使用时他们会把标志和头盔迷彩罩一起换掉，以防误伤。至于急救箱，俄军和乌军获得的北约标准急救包也是有一定差距的。此时大兵就有一个疑惑了，
俄军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军费到底花到哪里了？即便是没有办法和美军相比，也没有必要这么差劲吧？真是不打仗看不出来，一打仗全露出来了。而造成这情况的最大原因，就是俄军内部严重的贪污和腐败。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4月7号，乌克兰方面宣布，在顿涅茨克干掉了一架俄军最新型的欧伦10无人机，而乌军在拆开战利品后却发现，号称单价10万美元的欧伦无人机燃料供应系统就是一个矿泉水瓶，而负责采集照片和视频的摄像头呢，居然是一部佳能相机，通过魔术贴和胶水与无人机相连。此后，他们在电话中与上级汇报这一拆解结果时，他们的上校坚定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直到上校收到了乌军士兵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才相信了这一事实。同时，乌军把欧伦无人机的拆解视频发给了与他们合作的北约军事专家，这些专家们同样惊呆了，因为哪怕1万美金的无人机也不会用矿泉水瓶子做油箱，这是一种颠覆军事装备常识、严重的偷工减料行为。而这种因为腐败增加军备成本的情况，在俄罗斯并非个例，而是广泛存在的。这里呢，大兵找到了6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上面提到的欧伦无人机，其实在去年就爆出了供应组件的骗局。当时的俄罗斯喀山地方法院没收了一个装有4860万卢布，折合80多万美元的手提箱，而这个手提箱呢，就是欧伦无人机回扣案件的证物。据了解，负责这款无人机项目的军工制造公司，其财务副主任通过行贿向俄军采购军备的部门虚报了至少20%的欧伦10报价，从中获得了回扣。而这种行为呢，在俄军内部非常普遍。曾在2017年，俄中央银行对27家军品供应公司的资金流水进行核查，发现在常规的俄罗斯军备用品采购中，只有50%到70%的国家军备采购资金真正用于军备的采购，其余30%到50%都是回扣。而根据俄罗斯2011年开始到2020年结束的国家武器现代化计划，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总耗资3300多亿美元的计划，其中至少1/4，也就是800多亿美元是被用于腐败。2022年4月21号，位于伏尔加河附近的一个中央航空航天研究所着火了，大火直到第2天早上才被扑灭，火灾中共有22人死亡。而这个秘密研究所其实大有来头，主要为俄军开发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不过，在火灾调查人员寻找责任人时，他们来自军事检察官办公室的同事却正在研究350多卷关于 NII-2 贪污的刑事案件。据了解，当时负责 NII-2 的是退役少将谢尔盖·亚格尔尼科夫。这个退役少将自1970年代后期一直在 NII-2 工作。作为技术科学博士和退役军人，他拥有300多篇科学论文。但是根据 FSB 的调查，少将家族一直从国防部那里获取研究经费，然后将这笔钱分配给数百名并不在研究所工作的假冒员工。根据 FSB 的调查，亚格尔尼科夫通过这种虚构雇员吃空饷的方式，贪污了500多万美元的军费。2022年3月25号，乌克兰政府宣布收到来自俄军的火箭弹袭击，而在同一天，战术导弹武器公司的前商务总监维克托·瓦根在莫斯科地区的沃斯克列森斯基法院被拘留。瓦根因被判犯有盗窃武器罪，被判处8年徒刑。同案的另外3人在同一法院获得了不同的刑期。这起刑事案件从2018年以来一直在拖拖拉拉的调查。武器盗窃案发生在2010年，当时的瓦根和同伙了解到国防部正准备在实验场处理一批 Kh-55航空巡航导弹，结果他们就动起了歪心思，把导弹给偷了出来，并将火箭发动机拆除，以24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乌克兰的公司。咱们从最基础的征兵开始说，目前俄罗斯70%的应征入伍者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避免入伍。据了解，这个门票的价格最高可以达到8355美元。那些没有能力豁免的人，身体不健康比例非常高。俄空军在2017年的应征入伍者有10%的人酗酒或吸毒，15%的人生病或营养不良。
在俄乌战争早期，许多俄罗斯车辆因为燃料耗尽而被遗弃，这是因为俄军士兵在入侵前向白俄罗斯人非法出售了他们的车辆燃料。燃料贪污在俄军中相当常见，以至于燃料呢也被视为仅次于卢布的第二种货币。例如2019年的一起事件中，3名水手曾在塞瓦斯托波尔以6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126吨燃料。至于小规模的燃料盗窃更常见。同时，俄军机械故障频发，让乌军缴获许多完好无损的坦克、卡车和装甲车，而这里面还有另一种腐败。例如，负责维护波罗的海舰队装甲车的彼得·皮文少将，曾在维修承包商根本没有维修的情况下，出具了4辆坦克和10辆步兵战车已维修完毕的证明，而承包商却收到了9.5万美元的维修费用，这里面的腐败和贿赂可想而知了。图片中的这款是俄军的 R187P 阿兹尔特无线电，绰号绿色鳄鱼，也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无线电。据说它在通讯时基本无法拦截，但是俄军在阿兹尔特的开发过程中，几乎每个阶段都涉及了腐败交易。2009年，俄罗斯国防部批准了3亿美元的合同，按计划这款无线电最后应该是俄军人手1台。但是13年后，大约只有6万台阿兹尔特被分发给90万名军人。也就是说，如果这6万台阿兹尔特都发给了参与俄乌战争的士兵，也只能装备1/3的军队。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阿兹尔特很多零部件甚至都不是俄罗斯制造的。承包商和腐败官员窃取了3亿美元预算的1/3，他们用廉价的零部件冒充俄罗斯军用零部件，把巨额差价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导致俄乌战争时的通信灾难。俄军只能使用手机和廉价的模拟无线电，乌军非常容易窃听，收集他们的位置信息，然后送他们吃炮弹。总的来说呢，俄乌战争暴露了俄军装备的许多缺陷，从过10多年的医疗包和口粮，到士兵不得不自行购买头盔、防弹衣，无不透露出从上到下的腐败问题。目前呢，俄方并没有说明腐败究竟给俄军带来多少损失，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俄军战败，腐败绝对是一大原因。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